这是一个单听名字就让人觉得优美的地方，优胜美地。不得不感叹博大精深的中文居然能把它的英文名字 Yosemite 音译得如此贴合这里壮美灵秀的意境。在之前美国10大国家公园视频中，我提到过它曾被 US News 评为美国最佳国家公园。那么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曾荣登榜首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它。欢迎来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优胜美地的魅力源于它多样的景区和四季变换的景致。你可以在它的核心景区优胜美地山谷欣赏冰川雕琢出的山水画卷，感受美国本土最高瀑布的气势。也可以开车到山顶的冰川点，在1000米悬崖之巅俯瞰脚下山谷的深邃，或是漫步在红山森林区，走进那生长了近1000年的巨型红杉树，感受时间的厚重；亦或是穿梭于景观公路区的迷雾森林，邂逅云雾中的高山湖泊，甚至还可以徒步探索它的神秘峡谷区，感受远离喧嚣的宁静。这里的四季更是各具特色，春天的瀑布最为磅礴，公园充满了活力；夏天的所有景区全部开放，所以游客最多；秋天的色彩变得丰富，气候最为宜人；冬天的雪景最为优美，银装宛如仙境。所以优胜美地注定是一个无法一次玩遍的国家公园。我一共去了4次，都是在秋冬时节。如果未来有机会让我选择一个最佳季节再来的话，那就是5月底，因为那时春雪消融，瀑布水量达到巅峰，这是优胜美地最富生机与活力的时刻。所以关于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我将用接下来的几期视频带大家逐一探索它的不同景区。那首先呢，就是它的主要核心景区优胜美地山谷。在这里，如果你喜欢轻松打卡式游玩，我为大家总结了7处值得停留的经典景观。如果你喜欢中等强度的徒步体验，那有3条围绕着瀑布的徒步线路任你选择。最后是优胜美地山谷的3种住宿测评，供你参考。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那首先我们来看打卡式游玩。由于优胜美地山谷里的面积不大，主干道采用逆时针单行环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行驶路线依次在这7个打卡点停留，一路探访这里最经典的景观。首先就是进入公园的第一站 Tunnelville 隧道观景台。为了给远道而来的游客第一眼惊艳，公园在1933年修建了这条瓦瓦纳隧道，为的就是让人们在穿越这时光通道的瞬间，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幻仙境。这里相当于公园的门面担当，站在观景台上可以一览整个优胜美地山谷的壮丽景色，包括酋长岩、半圆顶、云雾之巅、哨兵岩、新娘面纱瀑布，还有大教堂岩石等经典地标。人们常说，在优胜美地每次见到的风景都不完全相同，季节的变换、天气的变化，甚至一天中的不同时间都会赋予它不同的色彩与氛围。而眼前这幅宛如山水画的景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想象一下，100到200万年前，这里曾被厚厚的冰川覆盖。当冰川顺着古老的河道缓缓向下移动时，就像一台巨大的推土机，将这里慢慢削成了今天的 U 型峡谷。随后，随着内华达山脉的抬升，两侧的花岗岩峭壁也拔地而起，最终造就了这片仿佛经过大自然精雕细琢的乐园。沿着山谷道路继续行驶，我们看的下一站，这个位置游客们将看到进入山谷的第一座瀑布——新娘面纱瀑布。可以在刚过瀑布的位置停车。
听它的名字就感觉人们赋予了它无限美丽的特质，因为它的水流轻盈飘逸，像新娘的面纱一样，所以人们叫它新娘面纱瀑布。如果你有额外20到30分钟，走路往返距离只有0.5英里，就可以到它的脚下近距离感受水花飞溅，轻雾拂面。瀑布落差有189米，相当于62层楼的高度。即便在干旱的夏季，它的水流也不会中断，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这瀑布摇曳的身姿，听到它萧萧作响的水声。在公园单行道的北侧，也能远距离地观赏到新娘面纱瀑布。下一站，优胜美地最著名的瀑布就是以公园名字命名的优胜美地瀑布。它是美国本土上最高的瀑布，总落差有740米，高度介于世界第1和第2高楼之间。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整条垂直向下的瀑布，而是由上瀑布、中瀑布、下瀑布组成的3段式瀑布。瀑布高耸入云，因此在山谷中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它。不同于刚刚介绍的新娘面纱瀑布，优胜美地瀑布是有枯水期的。每年7到8月份，它的水流会逐渐变小，甚至完全干涸，直到11月份才慢慢恢复流量。而到了来年5至6月份，春雪融化，瀑布就会迎来它水量最大的时刻。那时，磅礴的水流奔腾而下，水雾弥漫，阳光折射出绚丽的彩虹，让整片山谷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如果不想只远观打卡，这里还有2条徒步线路，可以近距离走近，感受优胜美地瀑布的震撼。在接下来视频的徒步部分，我们再具体介绍。下一站，优胜美地标志性景观之一——半圆顶岩石。在 Sentinel Bridge 哨兵桥这里，可以远观山谷东端倒映在河水上的半圆顶，尤其是在傍晚时分，夕阳点亮上方岩石的景象。这半圆顶花岗岩高出谷底1500米，有着8700万年历史。而让它在近些年出圈的，就是那条让户外人兴奋的徒步线路。那是一项全程长达16英里、攀升近480层楼高，需要12个小时才能完成的艰巨挑战。当然，这种硬核玩法并不适合所有人。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远观半圆顶岩石就可以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一站，优胜美地的集中活动区域，也是公园的补给站 Yosemite Village。在这里的游客中心可以了解到公园的实况信息，给国家公园护照盖章。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在这个区域的餐厅用餐，在商店里买纪念品，在邮局寄明信片，在博物馆里看各种展品，去了解曾居住在这里有4000年之久的印第安部落文化。大约自公元前2000年起，美洲原住民米沃克族就曾世代生活在这片地区。他们擅长制作篮子，依靠打猎和采集坚果为生，有着自己的文化和传说。直到19世纪，淘金热带来了大量非本地矿工，导致他们被驱逐，人口大幅减少，最终逐渐流散。为了让游客们简单了解当时原住民的生活，公园按照1870年代印第安村落的样子重建了这些树皮屋。所以4000多年以前就有印第安人生活在优胜美地这片地区了。下一站，公园内的花岗岩之王酋长岩。作为公园内最大的岩石，它是一块巨大的单体花岗岩，垂直高度超过900米，相当于3座埃菲尔铁塔的高度。
而拔地而起的气势让它成为了优胜美地最引人注目的地标之一。它的岩壁近乎垂直，表面光滑，在阳光下闪烁着银灰色的光芒。而让酋长岩闻名遐迩的是它在攀岩史上的传奇色彩。如果你在春季到秋季前来，也许可以有幸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攀岩高手挑战攀登酋长岩。而最著名的攀岩选手 Alex Honnold 曾在2017年徒手无保护攀爬成功，他的这一壮举被拍摄成了纪录片《Free Solo》，也获得了奥斯卡奖。但对于我们普通游客来说，仅仅站在他的脚下仰望他直指天穹的高度就足以感到震撼。在这里还可以观赏对面耸立在哨兵草地上的大教堂岩石。还有就是每年2月份的火瀑布现象，就是酋长岩上的马尾瀑布在夕阳照射下产生的奇观。具体有关于我追火瀑布的经历，可以看我上期视频。那接下来就是单行环线上的最后一站——山谷景观。它是优胜美地给人们的谢幕演出。这里是俯瞰山谷全景的最佳角度。莫塞德河畔上的倒影增加了景观的层次感，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这里适合人少、光线最佳的清晨，或是在夕阳染红花岗岩的日落时分前来拍照观景。不同季节也都呈现出不同的景致。春季有绿意瀑布，秋季有金黄点缀，冬季有霜雪皑皑。到此，我们就刚好把优胜美地山谷景区的经典景观都看了一圈。虽然我们只去了这几个少数的打卡点，但并不意味着这里只有这些值得停留。如果你的时间充裕，可以发现更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如果想让你的旅程不仅限于打卡拍照呢，还可以考虑选择走这里的几条徒步线路。以高山瀑布著名的优胜美地，它的大众热门徒步线路也主要围绕在瀑布左右。首先就是刚刚提及的优胜美地瀑布，这里也分别有2条徒步线路可以近距离感受瀑布。首先就是比较容易的下段优胜美地徒步线路，可以停车在游客中心停车场走过来，或是乘坐免费班车在瀑布站下车，在抵达徒步起点后，就可以开始这条只有1英里长的平缓环线。这条短而轻松的步行道可以从底端视角欣赏到上端和下端优胜美地瀑布。我们走进的下段瀑布落差也有98米，即便在水量不是很大的时期，也依然能感受到它从天而降的气势。大自然的力量感不仅限于此，塑造眼前的景观更是来自于落石的力量。眼前的一切看似宁静，但想象一下，如果左侧的巨石滚落到山谷里，会是怎样一种景象？落石如大自然的雕刻师一般，塑造了优胜美地的独特地貌。这些巨石在千百年前就因风化和侵蚀而不断的崩落，当裂缝中的水结冰又融化，或是苔藓等植物根系在岩石中的生长，都会让岩石碎裂剥落，而落石现象至今仍在发生。加之冰河时代的冰川如一台巨大的推土机，切割并搬运了这里的花岗岩，让峡谷变得更加陡峭。后来随着冰川退去，便留下了这片悬谷，其中的溪流变成了壮观的瀑布，眼前的优胜美地瀑布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想看这个瀑布的上端，可以走优胜美地瀑布线路，这是一条直达瀑布上方的登山线路。如果你选择困难模式走到最顶端，全程往返距离是 7.2 英里，攀升高度有823米，需要6到8个小时才能完成。当然，如果你的时间和体力有限，可以选择中等难度模式，只走线路的1/3到 Columbia Rock， 往返距离是3英里，需要2到3个小时。你可以停车或乘坐巴士抵达瀑布下方的停车场，过马路走到对面的露营地，登山线路从这里开始。这条优胜美地瀑布线路是公园内最古老的历史步道之一，始建于1873年。虽然只走1/3的难度，算是中等，但依然需要不断的折返攀升300多米，对体力还是有一定考验的。一直在折返的上山，爬100层楼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在攀爬过数十个蜿蜒向上的之字形山路，慢慢穿过树林，走过陡峭的山坡，脚下的山谷逐渐展现。随着海拔升高，视野也越来越开阔，直到抵达线路的第一个观景点——哥伦比亚岩石 （Columbia Rock）， 优胜美地的经典地貌尽收眼底。刚才我就是从这个停车场上来的。那边就是半穹顶哈洞。好漂亮啊！已经过了 Columbia Rock， 再往前走，应该能看到瀑布了。从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走 0.5 英里。这一小段路不仅是下坡，而且能看到优胜美地瀑布的上端。对，已经听到瀑布的声音了。哇，我终于走到瀑布这儿了。冬日的优胜美地，雪未融尽，瀑布依然奔流。优胜美地瀑布从山谷的顶端倾泻而下。水流撞击着岩壁，化作水雾飘散，落在白雪之上，轻盈的像一道白纱，在寒风中轻舞。如果你攀登至这条徒步线路的顶端，可以近距离俯瞰这湍急的水流，感受瀑布自悬崖边奔腾而下的气势。阳光温暖了冰封的山巅，溪流沿着峭壁低处跃下悬崖，化作这壮丽的水幕。岩壁的粗砺与水流的柔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阳光折射出的彩虹更为这幅景象添上了一抹梦幻。在这里，时间仿佛变得缓慢，只剩下水声回荡，附上了大自然这最纯粹的诗意。到这里我已经徒步近2个小时了，从这下山还要额外1小时。等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挑战完整线路，登顶瀑布上方，去看那更广阔的风景吧。
除了优胜美地瀑布有这2条徒步线路外，在山谷里还有一条可以看到另外2个瀑布的热门线路 Mist Trail， 去感受那里的水雾缭绕。但这条步道并不是4季全线开放，在冬季和路况不好的时候，部分路段经常关闭，近几年也只在夏季的周末等节假日时才全线开放。虽然可以走它旁边的替代线路绕过去，但不管走哪条路，如果想看到瀑布，这里的徒步难度都属于中等到困难等级。我去的时候真是低估了它的难度，所以并没有走到瀑布的脚下。因为优胜美地也是熊出没的区域，所以公园呢到处都是这种警告你如果遇到熊的话应该怎么办的告示。徒步的刚开始是一段简单的铺细路面，只需要逆着瀑布形成的河流往上走。这只松鼠真的吃的好肥哦！我真的没想到，这儿是全程都是上坡，都是爬山，不是非常简单的。1英里后就会抵达一个木桥的位置，要不是回来看网上的照片，我当时都没有注意到在桥上可以看到远处夹在树丛中的 Vernal 瀑布。从这个木桥开始，便来到了这条线路最受欢迎的走法。在线路开放时，可以沿着 Mist Trail 继续走到第1个瀑布，站在瀑布顶端欣赏咆哮而下的 Vernal Fall。 如果体力允许，可以继续攀登至第2个瀑布，抵达线路的最高处 Nevada Fall。 然后再沿着 John Muir 线路回来，形成一个全程 6.4 英里、攀升600米左右，需要5-6个小时才能完成的顺时针徒步环线。由于我当时去的时候部分路段关闭了，所以我就只沿着它的替代线路走到了 Clark Point 观景点。那我们现在要翻过一个山头，绕路过去看那个瀑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爬这条道？这是沿途的风光。哇，终于到了！我走了快2个小时哎。在这里就可以远观到线路上的第2个瀑布 Nevada Fall。从这里我便没有继续往前走，我想等下次全线开放时再来完成这条徒步的完整线路吧。现在要下山了。当然，这里的徒步路线远不仅限于此，从简单到困难，再到背包过夜的野外长线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拥有着超过800英里长的徒步线路，让你可以沉浸式走进自然，欣赏到无与伦比的壮观景色。刚才那段下山我就用了1个小时，知道为什么在这儿会有饮用水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住宿也多种多样，从露营地到帐篷小屋，再到酒店客房。虽然看似有很多选择，但却在旺季时一屋难求，强烈建议提前预订。部分时段已经开放至提前1年就可以预订。如果实在订不到公园里面的住宿的话，也可以考虑住在公园外面。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感受一下公园里不同住宿的体验吧。首先就是最舒适也是最贵的酒店房间。优胜美地山谷旅馆是人们来这里住宿的首选，它靠近优胜美地瀑布，位于山谷里最核心的活动区域。那我们就要进入我们要入住的小木屋了，来一个开门探店。木质建筑有一种山林小屋的感觉，让我们住进自然的同时，也不失一定舒适性。房间设施也是同一般酒店一样，价格根据季节浮动，一般情况下是在每晚200多到300多美元。
我们订这个房间后面就是可以看到优胜美地的瀑布。今天优胜美地竟然下雪了，看一下雪景吧。第二种是介于旅店和露营之间的住宿，就是 Curry Village 提供的帆布帐篷小屋。今天晚上我订的是 Curry Village， 被称为咖喱社区的一个加热帐篷，它是这种帆布的帐篷。看看这个房间里面都有什么，这是一张标准双人床，这边还有一个密码箱，还有一些浴巾、垃圾桶。这种质朴的住宿选择，兼具露营和旅店的设施，它不像露营那样艰苦，也没有旅店那样昂贵，价格在每晚120美元左右。这被子也太薄了吧，还好我有带额外的被子。还有插销，可以充电。看看今天晚上住这个加热帐篷会不会冷，我感觉还好。现在的温度大概在10几20度吧，将近，感觉这个室温。这里可以调节暖气，其实还挺暖和的。升级版帐篷，住在这个帐篷里面要求最多的就是你要把你的食物放在 food locker 里面，所以把吃的都放在这里面。在这个帐篷的外面有一个铁箱子，要给它锁紧。这里面告诉你，如果你的食品气味吸引熊来的话，你要怎么办？首先要立刻大声叫喊，把它喝退。所以这里面一直在强调，一定要把你的食品都放好，否则就会有罚款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就会引来熊。第二天清晨，看看外面，哇哦！昨天晚上到这地方太晚了，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周围是什么样子。今天早上起来看一下，好多人呢。一会儿去那边洗漱一下，设施还挺齐全的。整个优胜美地只有2个地方可以洗澡，一个是这个 Curry Village， 还有另外一个是 Housekeeping。整体感觉还是挺暖和的，把那个热气开到最大，整个晚上真的非常暖和，一点都不冷。其实这些帐篷晚上根本都不隔音，半夜2、3点，旁边的这个小孩还在那吵闹。自带一个耳塞还是挺有用的。哇，这边的雪山好漂亮。这边是停车场。如果开电车过来的话呢，这边还有免费的充电桩。Curry Village 的早餐还不错，超级丰盛。check out 之后就把这个钥匙再放回前台。当然还有户外人热衷的露营选择。整个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一共有13个露营地，从4月份开始到10月预订都非常抢手。作为在公园山谷区很受欢迎的露营选择， Upper Pines Campground 是标准配备的营地，价格是每晚36美元，最长可以提前5个月预订。一般旺季时间的营地，美西时间早7点一开放预订，1分钟之内就会被抢光。我11月份来的时候情况还好。露营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清晨的宁静，好像城市的喧嚣、生活的烦恼都会被这一刻净化。秋末初冬时节的优胜美地还不算太冷，但由于两侧峡谷非常高，非要上午的阳光照进来，
才显得山谷中有些温暖。当然，园内的住宿选择除了以上3种，还有很多其他可供选择。提前预定、价格浮动等具体信息都可以参见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官网。而优胜美地的风景也不仅限于此，本期视频我们只是游览了它的山谷主要景区，它还有冰川观景点、景观公路区、神秘峡谷以及巨型红山区。这些地方都不像这个山谷景区那样游客拥挤，但依然能让你从不同角度领略优胜美地的风光。那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在接下来的几期视频中去感受每个景区的独特体验吧，记得关注哦，我们下期见。